我在之前的影片中有介绍过《恶灵古堡2》的来龙去脉。2代在开发的初期曾经历过一个废弃的版本，这次我想就这个神秘的版本，专门做了这一期的影片来讨论。大家好，欢迎来到木环频道。这期我将带大家了解被取消开发的《恶灵古堡 1.5》。《恶灵古堡2》最早其实是公布于日本的 V-Jump Festival。从公布的画面上来看，本作僵尸在荧幕中出现的数量将比一代更多，被僵尸包围的感觉将会非常恐怖。且除了男主角里昂以外，还有新的女主角艾尔莎。里昂在当时的造型还是短发的，由于珊珊觉得太像克里斯了，在后期才在造型上做了更改。不过这个版本在还没问世前，就因为种种原因导致废弃并重新设计了。此后人们就称这个版本为《恶灵古堡 1.5》。回到原点，由于《恶灵古堡1》突破了100万销量，使这个原本不被公司看好的游戏一时名声大噪。卡普空甚至在初代发售1个月后，也立刻成立了《恶灵古堡2》的开发项目，参与制作团队的规模则多达40-50人。而山上真司因升职为制作人，就将游戏导演与编剧一职交给了在1代中担任游戏策划的神谷英树。或许是山上从神谷身上看见的潜力，觉得神谷有能力带领制作团队，将续作朝着自己心目中所预想的方向进行。对山上而言，一开始他就没有打算将恶灵古堡发展成一个系列，最好在续作就能将故事完结，避免玩家太习惯恐惧而产生恐怖疲劳，反而让恐怖游戏越来越没有质量。所以在续作的剧情方面，很早就由初代的编剧岩尾贤一构思出了大纲，但不久他就和藤原德兰一起离开了卡普空。就当时的神谷而言，剧情直接沿用岩尾贤一的剧本是比较合理的选择，毕竟初出茅庐的他经验太少，倒是有着性格刚烈的硬脾气与天马行空的创意。在开发的过程中，山上与神谷就经常因意见分歧而产生争执。刚开始山上还曾考虑亲自下达指令来影响团队，不过可能意识到自己过多的干预，后来他还是重新回到制作人的角色，负责统筹大局，只要求神谷每月向自己展示一次开发进度。不过在每月的报告会议中，山上会对游戏提出许多看法及个人意见。他认为神谷在游戏中个别的创意与设计来看还不错，如防弹衣与手榴弹的出现。但即使有这些创新的玩法出现，却依然没有使游戏整体相对的好玩，这也导致两人在制作理念上冲突不断。然而在神谷英树的领导下，他只花了不到4个月的时间，就将游戏的进度开发到了2/3左右，目标是在11月完成成品，并预计在隔年的3月发售。手边刚好有一本报道《恶灵古堡2》的旧杂志，可以看见当时的人物设计与实际的画面。这阵子神谷可是绞尽了脑汁，就连健康状况也出了点问题。不过越快到发售日时，游戏就越令山上真司失望。他认为整体偏离了自己的预想，质量也没有到达当初的预期。不但游玩的流程设计与初代非常相似，双主角的出现也与1代雷同，最大的根本问题点在于玩起来沉闷且无聊。所以关于游戏的发布日，曾在1997年2月宣布了首次的推迟，将发布日延期到了5月份。因为山上认为，其实团队有很好的题材与资源去开发游戏，就像把不错的食材都丢进锅里煮，即使不好吃，团队能有3个月的时间可以慢慢调味，之后也应该会变得好吃的吧。当延迟的消息一宣布后，为了玩家们对于续作的信心，山上本人也在2月接受了各界游戏杂志的采访。他在当时确实对游戏的品质是给予肯定的。时间来到了1997年4月的东京电玩展上，游戏又进一步展示了许多细节。据传当时游戏的开发进度几乎到达了7-8成左右，然而这却是游戏最后一次公开的消息。不久游戏就面临了腰斩，甚至直接从头来过。究其原因，还是珊珊认为游戏太过无聊，
3个月后打开锅盖，扑鼻而来的味道简直可怕极了。一心想告诉团队们重新制作，但介于权力又无法涉及，只能退一步在一旁观察。另一方面，冈本基喜在看了当时游戏后的感想，除了认同游戏无聊缺乏恐怖感外，最不满意的就是格局与世界观太小，剧情上与前作毫无关联，整体故事太过明确，情节上没有为续作埋下任何伏笔，这代表很难将恶灵古堡衍生成系列的可能。所以为了游戏的后续发展，冈本聘请了专业的日本编剧家山村生，对团队的主要成员召开了一次会议。冈本基喜认为，如果命令山上直接修改剧本，山上也只会照做，毕竟自己是山上的上司，但这样做的话，就无法得知下属内心真实的想法。一开始冈本聘请山村生担任编剧的目的，就是要他直接重启游戏的剧本以外，还要在会议上建议山上与神谷直接将游戏重启，这是换个方式转达了冈本的命令。毕竟在冈本看来，团队之间可以很坦然地与编剧讨论。最终山上决定废弃当前游戏的版本，再由神谷与山村生重新设计。其实山上是非常看好神谷因素的创意的，就好比在正式版的游戏中，有一幕是暴君从直升机在军区上空降落的画面，可以看到直升机上是附有6个密封舱。山上的感觉是，为什么要放6个？放1个就够了吧？不过这就是神谷营造恐怖的方式。山上又接着说道，如果我是游戏导演，我不会向玩家展示很多暴君，我只会展示1个，我也不会从直升机上扔下暴君的设计，而是直接让玩家突然与暴君接触，让玩家惊讶你是谁，然后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开始攻击玩家，造成他们的恐慌。相对这种状况也比较真实，也许我的表现方式就不会像神谷那么的花俏。其实山上在当时极力希望团队将其放入游戏中的一个想法就是，根本希望《恶灵古堡2》的故事可以像007系列一样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宇宙。他让山村生不要只是修改以前的剧本，而是以他的风格创造出一个好莱坞式的《恶灵古堡2》，这样才能吸引大批的玩家。最终游戏不得不宣布跳票，经过了半年左右的重新设计，《恶灵古堡2》正式版才在1998年发售。漫长的等待确实是值得的，不但是玩家们印象最深的一作，也真正奠定了《恶灵古堡》这款游戏在全球知名的基础。1.5 被废弃的原因很多，其一是叙事方式和初代过于相似，男女主角仅仅只是在一个单线的故事中交替出场，并没有交叉的联动关系。故事中也似乎没有2位主角相遇的情节。后来在正式版的2代中，才有了表里观的设计。其二是没有任何伏笔，在原版 1.5 的世界观中，保护伞公司并不是一间巨型的跨国企业，所以当公司被洋馆事件中所幸存的克里斯与吉尔等人指控时，不久就垮台破产了。光这点就很难再将游戏继续铺陈，所以后来在山村生的执笔下，才将保护伞公司改为跨国企业，背后的阴谋更是巨大。新闻等媒体都被保护伞操控，甚至整个拉昆市都与保护伞有密切的关联，在情节上也埋下了许多伏笔。其三是除了前面提到的手榴弹与防弹衣的设计外， 1.5 还有许多创新的设计，但以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又无法实现，如主角默认同时装备枪械和小刀，不需打开道具栏就能使用副武器，这点一直到了《恶灵古堡4》才得以实现。1.5 的拉昆市警局比后来发售的2代更为现代化，在地下室还有靶场。关于这点，在20年后的重制版中也有重现出来。另外，僵尸可同时在荧幕中出现7个，相比2代多了许多。这是因为僵尸的模型精细度比2代的还要粗糙，而且 1.5 还有体格肥胖的远景僵尸，这同样也在重制版中再度复活了。开发初期的主角其实是取名为格兰特，但进入了实际开发阶段后，名字就被改成我们所熟知的里昂。一开始是设计为资深的警察，为了带入玩家们的恐怖体验，身份也被重新改为菜鸟警察，同时加入了女主角艾尔莎·沃克尔。不过在正式版中只保留了里昂，将艾尔莎改为克里斯的妹妹克雷尔，这是出于冈本基喜对山村生的要求，是为了让2代与1代的主角间有着关联性。许多在正式版的人物在原版的设计也不太相同，
例如警局署长布莱恩，在原版是个关心下属的好上司，与后来正式版中变态邪恶的形象差异甚大。马文警官在原版是李昂的同事，而艾达在原版一开始的概念则名为琳达，不久才改为现在的 Ada， 与后来的正式版都有同样神秘又飒爽的性格。原版中表面上是保护伞的研究员，实际上则是保护伞派出去的特工，任务是潜伏在威廉的身边夺回巨病毒的间谍。另外在原版中，两位主角都有自己的搭档，如李昂会得到马文与艾达的支援，女主艾尔莎则会得到雪莉和约翰的互助。不过约翰一角在正式版中被两个角色所取代，一个是保留了约翰外貌的设计，将其替换成了枪店老板罗伯特。Hold your fire! I'm a human! 另一个是正式版中 Let me guess, you must be Ben, right? 他们两人为了自身安全，都将自己锁在牢房中。大魔玩具威廉在原版只有4种变异，各种形态都与正式版的外貌有差，相同点都是会寻找自己的女儿雪莉。而李昂在原版中的上司名为洛伊，在女主的线上，洛伊在被 T 病毒感染之际，会要求约翰帮他上路。在更早的版本中，李昂是有穿着便服的，后来制作团队认为有点太过随便而改了警服。但在重制版中，一开始李昂就是穿着便服抵达警局报道的。同样在重制版复活的元素就是克雷尔能选择赛车服，这是为了用以纪念艾尔莎这名从未出现过的角色。部分 Stars 小队成员在洋馆事件中幸存后，就将保护伞公司的罪行公之于众。在各种压力下，这间制药公司瞬间就倒闭破产了。而他在拉昆市的研究设施也被警察严密监控着。不过设施不小心泄露了 T 病毒，2个月后就慢慢吞噬了拉昆市。危机之际，菜鸟警察里昂在任职不到几天内，病毒就爆发了。警局第一时间就采取了紧急措施，靠着广播骚扰了城市中幸存的市民。不过警局内也很快就挤满了被感染的幸存者，瞬间警局化身为地狱。事故发生后，里昂和他的幸存警官们将自己封锁在该辖区的3楼，而当救援直升机来到顶楼后，来不及前去救援的里昂晚了一步，他只能向局长报告此事。此时局长让里昂专注自己的生命下，继续去救援其他的幸存者。然后里昂在警局外找到了一名受伤的女性 Ada， 她受伤并被困在一辆烧毁的警车中。这一幕好像有点似曾相识，看来在2代的重制版中的确有许多当初 1.5 废弃的元素，又重新加到了2代的重制版中。后来在马文的带领下，3人决定从下水道逃生，因为警局已无路可逃，局长也殉职了。当他们抵达下水道后，艾塔突然提议应该先赶往保护伞的实验设施。后来他趁着马文与里昂不注意时，自己就先溜走了。后来2人在寻找艾达的途中，遇到了不久前被艾尔莎击败的巨威廉。里昂暂时将他击败后，找到了艾达和马文，不过马文却因为保护艾达而被威廉所伤。后来3人一起来到了研究所的值班室，将受伤的马文抬到床上休养。此时艾达才向里昂暴露了自己是保护伞研究员的身份，而马文目前需要疫苗才能存活，疫苗必须透过实验室的设施来制作。当一切都办妥后，3人必须尽快赶往实验室的地下列车来逃离城市。途中艾达被上星一拳打倒在地，里昂只能强忍着内心的伤痛，最终才与艾尔莎等人一起搭了列车逃离了城市。艾尔莎沃克，他计划就读拉昆市大学，同时他也是一名热爱重机的赛车手。在病毒爆发之际，准备进城住校的艾尔莎离开家乡来到了拉昆市，目睹了一个一个被感染的市民而逃到了警局。在危机之中，他直接撞进了警局，自己心爱的重机也因此报废。深陷火海中的艾尔莎必须想办法生存下来。在探索警局办公室时，他遇到了一位受伤的罗伊警官，但他告诉艾尔莎必须先去解救自己的好友约翰。原来约翰为了寻求庇护而将自己锁在了拘留室中。说完便给了女主一把钥匙，然后昏了过去。随后艾尔莎又会前往拘留室的途中遇到雪莉，但2人被中间的铁栏所阻挡。艾尔莎建议雪莉先躲进警车里避难，自己随后会想办法与她会面。
后来女主找到了约翰并释放了他，两人回到办公室寻找洛伊，但洛伊说自己被感染后即将变异，恳求约翰给他上路。随后艾尔莎告诉约翰，他们需要回去救出躲在警车里的雪莉。顺利找到雪莉的艾尔莎和约翰一起前往保护伞的研究设施。雪莉比较了解设施的构造，引导了两人从通风口跑进了设施内。此时变异的巨威廉突然出现，艾尔莎只能先应付眼前这个怪物，而此时的雪莉并不知道眼前这个怪物正是她的父亲在注射了巨病毒后所变异的样子。后来艾尔莎击败了变异威廉，他们一起搭乘电梯进入了实验室。此时雪莉认出了这个实验室，随后就独自跑去寻找她的父亲。女主和约翰没能跟上雪莉的脚步，再次发现她时却已经被感染。艾尔莎立刻回到设施内制作疫苗来帮助雪莉。随后艾尔莎在途中再次遇到了变异威廉的攻击，当她击败威廉后，实验室随即就被大火吞噬了。为了逃脱，他们需要前往地下列车来逃离城市。不料在列车上，女主又遇到了威廉，将其再三击败后，故事就结束了。这期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按赞订阅及支持我，谢谢大家。Chris, I have to find you.